接纳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爱的一个表现。他去小偷小摸，那我也接纳吗？那你觉得接纳这2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它不就是字面意思吗？你要接受所有已经的发生的事情啊。那他明明是坑蒙拐骗，这个或者他，那你看，咱们刚才刚聊过因果，你都知道万事万物是因果产生的，因缘产生的。你既然如果你真的坚信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会去接纳所有的发生。对，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觉得我懂了因果，但是你只是说很浅层次的去了解了它一下，但并没有说把它转化成你自己真正使用的思想体系，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学了佛法，按道理来说懂了佛法的人应该都可以成佛了，那为什么没有成佛呀？佛已经把你所有需要知道的东西都告诉你了，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就能成佛。但是大家都在这个地球上轮回，都没有成，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去做到和使用那个思想体系。对，这个是真正的难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孩子的话，因为孩子他可塑性比较强嘛，想变的话也好变，那可以给他指出缺点。但是如果是说成年人的话，那你说的话他也改不了，他难受。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其实这个是真的是无所谓的。你就算是一个老年人，你也可以从新开始，永远是就是 never too late 嘛，就是永远都不晚。只要你想发心，你想改变，永远都是，哪管是生命的最后1个小时，都是比你不想改变，我觉得要好一些的。原因是你想提升自己嘛，这个是个正道啊。对，叫朝闻夕死，贵为可以。对，早上闻到，对吧？对，因为你看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讲这些话题，因为我知道生命的意义对于我来说是什么，或者说对于所有人来说是什么。因为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去提升，要去创造，要去体验。那么我觉得提升、创造、体验对于我来说，提升是我可能最看重的一个东西。那么怎么去提升呢？就是通过去深入的去学习这些能够让你提升的思想体系，然后并把它一点点去活出来，那么我生命的价值意义就实现了。那可能说时间的长短啊，寿命的长短成就啊，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说都是第2重要的，或者就最后可能变成不重要了。所以其实我一直在很迫切的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思想这个东西它有多么重要，但是我可能缺乏一些机会和平台去传播这些东西。因为学了这么多年了，我太知道什么是核心了，但是核心恰恰是最难深入人心的东西。因为能不能你先说一下核心？好，就是我说一个前提，因为人类是一个特别容易被迷惑，特别容易被障眼法呀这种诱惑的一种存在吧。就人类非常容易上当。人类也特别愿意去上当，就类似于像忠言逆耳那种感觉，我们就喜欢去听和去了解其实真正帮不到我们的东西。但是反而那些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能够提升我们的东西，我们是最听不进去的。这也是太上天书一直强调的。如果以前的那些佛经、那些耶稣大师们，他的效果很好的话，那么我就不需要去写这本书了。他的原话是以前就是说这几千年来吧，这几万年来，整个宇宙所有的这些高级文明，这些大师们想了无数种办法来度化地球人，但是几乎无一例外的效果都非常差。也就是说，地球上的人几乎是这个宇宙当中最顽固不化的一种存在。这个可能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是我能理解。
啊，就是整个宇宙当中，咱们是最顽固的那一派。不要想象其他星球上的人也像地球人这么的物质，这么的虚荣，这么的拜金，没有，真的没有。地球几乎是最严重的一个，就是已经迷失到这等程度的是其他的世界的这个大师们惊掉下巴的这种程度啊。但是好在一点就是地球现在所处于的这个时代，咱们现在所处于的21世纪是比较好的，还不是那个法西斯那个年代那种惨烈的时代啊，日本侵华的那个时代啊，那个黑暗的时代，人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人类已经逐渐走向提升的初级阶段。对，哎，你一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你知道曾仕强教授吗？他不讲易经很出名嘛，然后我也很喜欢他。他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说过，还是18年，他说就是他那个时候他就预言到了新冠疫情。他说什么？他想说什么呢？就是其实本来按道理每隔一段时间会发生一段战争的，然后会打死一些人，因为这个地球它那个反正就是说资源吧，人的话它对于那个资源是一个很大的消耗的。好，结果呢，现在核武器搞出来了，你不就是一般情况下不敢打仗了，不敢大动干戈了。对，所以老天爷他要通过病毒，而且是来收拾，而且这个病毒是没有药可以医的，而且他原话是说中原地区要格外小心，结果后来就发生在了武汉嘛。然后但也有说法说他本身就是深层政府，他就是深层政府的一份子啊。当然这个也是很多这种阴谋论啊，或者是预言的东西，大家其实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和我们的身体息息相关吧，和我们的生存啊、生命的这个，对吧，都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你看，就是说老高他讲的那个海奥华预言啊，就是我也听过这个海奥华预言，听过2、3次吧，大约这本书。然后你看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叫米歇吧，他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人类一定要听劝。听什么劝呢？最高等文明告诉我们，你们人类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发展灵性啊。其实什么意思啊？它也就是其实也就是在说我们人类灵性发展的太差了。对所以他后来不就是去那个一个就是那种物质相对贫乏的一个那个国家吧，是哪儿来着我忘了，是好像是还是越南还是哪？对，就是那样的一个地方，越南还是什么那种啊，就是可能很贫穷，但是就挺天地灵气那种的哈，挺那种的感觉的。然后他就是等于是不再去拜金了，不再去崇拜权力、金钱这些名利的东西了。对，所以说其实并不是说这些传讯啊，这些知识不在我们的身边，你会发现，就是以我的眼睛来看，它其实处处可见。因为我最开始听那个就是庄子心得嘛，于丹讲的，就是百家讲坛里的于丹讲庄子心得，我就觉得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没有成为流行文化？因为庄子整个的这个道教体系就跟后面学的这些类似于佛学的这些心灵体系的东西基本是相辅相成的。而庄子是中国的呀。对，中国老祖宗啊。对 YouTube 里面蒋勋台湾的一位教授蒋勋讲庄子讲得非常好。对啊，因为对，你是说于丹讲论语心得还是庄子心得？庄子心得，他讲过论语，但是他也讲过庄子心得啊。那就是讲庄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使命要把国内的那些就是那些文化，道教啊、庄子啊，对中国人自己的好的这个文化，对，要把它翻译成英语。对，这个太重要了。对，因为目前的那个市面上的那些翻译嘛，它翻译的有一些，因为我认识美国读者读《孙子兵法》
我就说孙子兵法。他说你把一句话顺过来说过去，反过来说过，反着说过来，顺着说过去，就感觉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就很无聊。而他用的那些词啊，都不是口语里面常用，可能你3-5年你都听不见，听不到一次的那个单词，比较难以理解。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看印度为什么他那个什么瑜伽呀，他那些灵修啊，什么奥罗宾度啊，还有那些就是那些印度的，包括佛教也是起源于印度嘛。为什么它传播的广，包括西方很多人他再次来学佛学，就是因为他会英语嘛，印度人虽然他是带点印度口音的英语，但是他那个推广创造了条件，对，所以我们可以这个我愿意做一辈子，对，而且一般太好了那种，对那种最好的翻译嘛，他通常他太太，我说的是那种就是把莫言的小说啊或者中国的小说啊翻译，然后拿了落奖的那个人，一般他可能是个瑞典人啊、美国人啊怎么样的好，然后他的太太都是中国人，因为你作为一个作者的话，24小时你跟他一块留，那你就是先天的这种条件啊，太便利了。对，所以其实中国的文化，我跟你说，真的特别的博大精深。也就是说，作为中国人，我们自己根本没有消化和承载我们中国的文化，只是在一味的追求这些科技呀、这些强国的这些概念。但是这些当然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同步去发展。不能说我们点了新的东西，我就要扔掉我原有中国人的文化和底蕴。我觉得就是说，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肯定是我们的这个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对，不过历史的话，你不用说了，肯定是有一些魔改嘛，历朝历代的那些。对。但是像《易经》啊、《庄子》啊，它是原话啊，《道德经》。所以对。然后，我忘了，我又忘了我要说啥了。就是对，我也觉得我学了很多嘛，对，有佛学啊，基督啊，这都是西方的，包括《古兰经》我也看，这都是西方的嘛。反而我们本土的道教，《易经》这个《易经》有一点接触，但是道教的话，那完全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可以去传播一些庄子和老子的东西，真的特别好。我觉得他在心理学的角度上，就是它是一剂良药，它可以治愈非常非常多的人的这种在当下这个现代社会这种竞争内卷的这种时代带来的这种焦虑、压力和痛苦，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良药。这是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留给我们的文化宝藏。对，它大概的一个概念就是，也是让你去看淡名和利，然后接受当下所有的发生，然后去试图用更大的角度去理解和包容所有的这种现实的这种痛苦吧，或者说挫折。它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心理的东西，正能量。我每次看完之后，我都会觉得心里特别舒服，因为它给你带来的这种感受就是高频率的。它那种所谓的那种无为啊，那种心态，就是非常的从容淡定，然后又很自信，然后又很那种高能量的感觉。对，所以就庄子有可能是外星人。其实一定是外星人，而且那个老子更是个外星人，然后而且老子早已经成道，这个就是对，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成道的人吧。就是他所谓的这个成道，就是其实你也可以理解成成佛，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他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对，道家内部有说法，说老子，因为老子他史书上的记载就是说他骑着那个青牛出了函谷关，然后一直向河西走廊那边消失了。然后道家的说法呢，说消失到哪去呢？他就到了印度去了，然后成了释迦牟尼。所以佛教还是我们道教的那个分支。对，然后就这些伟人啊，他们不是说长得多么俊美，或者说身体多么强壮，其实他们之所以就是伟人圣人，能让我们歌颂传承这么几千年，
其实他们最厉害的就是他们的心灵境界，他们内在的这个境界，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就是最终要达到的吧，可以说就是内在境界。因为人最后只能修自己的内在境界，其实别的地方你是无能为力的。对，因为这个身体注定是要以某种方式毁灭的。然后这一点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很空就觉得讲这句话。但是我就是说，如果说开一个辩论会，我就想说，谁有能力去辩论说这个身体最终一定会这种不存在这件事情，谁能反驳呢？对啊，这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那你要么就是毁灭，要不然你就成精了，对吧？你就长生不老了。但是建国之后不让成精，这个不可以变成妖怪。你一个正常人，你怎么能够不死呢？对。那么你既然注定要死，那么你为什么不就是说提升一下你的心灵境界呢？因为身体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提升的。就是很多人这个逻辑他有点想不明白，就是我追求这一辈子都是为身体打转，我要去买更大的房子，我要去怎么更好的物质条件，我吃的这个鸡鸭鱼肉都是世界第一等的，这个澳洲最顶级的牛肉，就是所有人追求的都是这些东西。我不否认这些东西的好和这个享受快感对吧？但是我就是想提一个终极问题，你所追求的所有这些物质的享受最终能换来什么呢？就我可以说是做一个终极提问，就是你所有追求围绕身体的这些名与利，这些享受，这些方便，这些快乐，能带到哪儿去呢？这个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呀，就是稻盛和夫他也有这样的一个相同的理论。他说我觉得就是稻盛和夫他说我觉得人最终是要有一种就是说灵魂的提升，才是真正的不枉此生，才是人生真正的目的。因为他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可能这个名利他都不缺，对吧？世间的这些所有的繁华享受他都拥有过，他可能最有资格讲这句话，对不对？咱们是普通人，咱们可能说出来还有一点那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意味，觉得说你没享受过，你怎么知道就不好呢？怎么样？那稻盛和夫他享受过吧？那他也是这样得出一个结论，他自己出书嘛，他就是说，我觉得人就是最终就是灵魂的提升，才是生命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就通过那些体验，那种各种遇到的各种奇葩的人、奇葩的事儿，来修我们的灵魂，修我们的道德。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生活的经验，但是，我认为最好的修行的方法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你一定要找对你的方法，或者说找对师傅很重要。当然，这个师傅是打引号的，不一定要在生活中找到一个人作为你的师傅，而是找到一种，就比如说你找耶稣做你的师傅，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地球上有太多他的传讯。你找佛陀、释迦牟尼、悉达多做你的师傅也没有问题，因为他留下了太多的经书，教你去提升。你随便你网购1本、2本、13本，对吧？可以说任何人都买得起，但是大家就是没有这个意愿和就是说这个行动力去做到这件事情，这个其实是最可怕的。也就是说，好东西人人都买得起，但是人人都不愿意去买，这是这个世界的最疯狂的一个地方。对，我觉得就是包括就是有些外国的一些宗教有个说法嘛，就说科技和那个灵性应该是两条腿，就像应该是两条腿来走路的。非常好，说得非常好。对，如果只有科技没有灵性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最终也会变成一个怪物。对。然后顺便说一下，那个宗教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宗教，那个叫大同教。
大同教，它翻译就是天下大同的那个大同，起源于伊朗，民国的时候民国的文人翻译成大同，但是现在管它叫巴哈伊教。那它的教义是什么呢？大约就是说概括一下，说是什么样的教义呢？对，就是所有的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包括印度的梵天、黑天这些，包括中国的老子、庄子，但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不给力嘛，就是那个文化输出没有他们那么强，所以他不知道嘛，他不知道哈，就是这所有的都是我们的老师。没有那个什么说法，我是唯一的神，你除了我之外，其他都是假的。为什么我拜一位教授，难道不可以找另外一位教授吗？这个而且他唯一一个允许双重教籍，这我不知道别的宗教有没有，但是这个我听说的目前唯一就是他允许双重教籍。你本来是基督徒，你也可以加入我这个宗教，然后我们也一起来修，而且他那古兰经、圣经他都学。他是在而且他是那个就是200年内的那个传播第二广的一个新兴宗教，覆盖的区域很广，因为他允许双重教籍，那传播力就广嘛。然后他在那个新德里的那个城市的地标是一个灵溪堂，灵就是灵性的灵，溪就是晨曦的曦，像一个莲花一样。他的这个概念就是跟我现在学的这种灵性的传讯几乎是一样的，就是我不去区分什么谁哪一个教派哪一种方法，我就是去讲这个精神，讲灵性。那么我可能我不讲这个出处是谁，但是我就会去讲这种方法，我只是稍微会引用一下他这种是可能这个佛陀说过或者耶稣说过，但是我的重点不是去强调他，而是去强调他讲的这个理这个法，对这种思想。包括你看大傻听书其实也是，他有的时候会提及，但是他整个书的话他是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和方法，但是你最后你学透了之后，你会发现它跟佛学又有什么区别呢？就像我之前总是去打那种比方，就是都是减肥法，只不过这个是让你跑步，那个是让你少吃碳水，那个是让你游泳那个是让你跳绳，那个是让你进食，究其根本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就是瘦。对，但是你就话说这么明白，依然有人就是说天天你看那个直播间上就是打仗，就是互相斗法都是学佛的，你说的不对，你没有我懂，就天天都是这种事儿，这就是人类。对，所以你就说了核心本质，就前面我再总结一下，就是它首先是要提升灵性，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不要被那些世俗的有一些幻象所迷惑，要追求本心，向内。对，孔子也说反求诸己。对，就是庄子说的外化而内不化，就是你的外在你可以像一个正常人去活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或者你想怎么活着都是你的自由，但是你内心的东西你要有一个坚持，你要有一个正见，你不能你的心被这个世界来回的去影响，那这个太痛苦了，对吧？对，你外在的境遇，你可能你随着年龄会衰老，你可能遭遇意外，你会失去个胳膊，失去个手指头，这个是咱们可能无法去控制的，对吧？包括你说新冠病毒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类其实是很无助的。我们如果去学习一种法门，说我能把这个世界我能全控制住，我能把病毒给消灭掉，那这个是不可能的，对吧？没有这种方法，人类目前肯定是达不到的。但是你说能不能有一种方法让我们的内在是坚定的，是正能量的，是这种不动摇的，一定是有的呀。为什么我说一定有呢？因为有无数的先驱已经证实了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对吧？他们已经达到了，所谓佛教说的这个八风吹不动，他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他才回来跟你讲我是怎么一步一步实现的。所以我们只需要，我刚才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就照着他这个方法去学就完了呗。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咱们今天聊的已经这个，对就是说爱是一种就是更高层次的表现，是一种，从这个，控制，对吧？是低层次的表现，你提要求，然后到这个尊重，就是我允许你有自己的想法和这个追求，再到支持，啊，去辅助帮助，提供这个。一切我尽我所能的去，给予你这种，无条件的帮助，再到我刚才说又提升了一个这个层次，就是我去接受和接纳，我允许不好的情况发生。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不停的在往上提升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心灵的这个宽度在提升，在变大。对对对对对。就是原来我们只允许一种情况发生，那不就是控制吗？对不对？对对对。然后我现在允许你是多种情况，那我就是尊重，然后我又接纳你，甚至是所有的情况发生，那我这个简直就是特别，对吧？多角度的，可以说360度的去，不是360度，等于就是所有的角度吧，得去这么理解的一种允许。内心的一种允许，那其实可以再往上提升，但是我们肯定是达不到了。接纳上面是什么？就我们得去想啊，这不是说我给你一个答案，它就是对的，必须得是你自己内心认可的，或者说你觉得你能接受的一个答案，因为。那些提出这些概念的人，他们已经成就了，成佛了。我们只是需要走这个台阶而已。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和视频，可能也只是去帮助大家去，逼着每个人做出选择吧。对不对？但现在我等于是在帮助你去做出这个选择。其实我也不一定说就我做到了哈，其实我可能也做不到。很正常，谦虚哈，不是谦虚，就是之前就有人说嘛，你讨论真理的话，你未必要达到大师的程度，你才可以讨论大师。就我们可以去探讨它嘛，就相当于好学的学生，我们去讨论，对吧？我们没有成为大师，但是我们可以去探讨学生之间的探讨。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接纳这个层次就已经非常非常高。我要这一生能修到接纳这个层次，我觉得我就不枉此生。我觉得我是在慢慢的修吧，就是根据我自己的那个怎么说呢，经历吧。我之前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就是因为我在印度第1年留级挂科，后来第2年的话，我从开学的第1个星期，我就把它当成是考前的1个星期那样子去学，然后最后从倒数第一考到了正数第一。好，结果后来我在这边我去住那个学生寝室来爱尔兰之后，然后那些同学嘛，就是平常是开 party， 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我觉得在我眼里是很优秀，就是那种就是欧盟的奖学金过来的，可能我觉得也会考试的那种。好，然后开 party 抽电子烟，现在很多西方年轻人抽电子烟，然后再是什么？再就是谈女朋友吧，然后把女朋友拉过来过夜，反正这也很多，我无所谓了。好，然后我就接纳了，慢慢的，就抽烟抽就抽吧，你这个，我爷爷就抽烟活了85岁，有时候抽一点的话，你顺便你学习，你还可以动力更强。打游戏就打游戏呗，你玩个2个小时，后面你学的话，那个效率翻倍。你要喝酒的话，那就去喝酒吧，去喝酒，你去开个 party， 有时候也是得交朋友，放松一下。反过头来，我就觉得你说你大学这个4年，他的那个，就你大学的那个成绩嘛，就像现在毕业10多年了，有人看吗？没有人看，他只关心我们是哪个学校毕业，学的是什么专业，但具体哪一科只要过了，那你是70分还是90分、60分，没有人关心。那为什么那么较真呢？为什么那么较真呢？就是而反过头来，大学的那些朋友，
有些关系还挺好的，我觉得也不是说什么那个什么拓展人脉之类的吧，就单纯的感觉过年的时候啊，过个节能够唠个嗑啊，或者有时候有个什么心事的时候，可以跟他打个电话聊一聊，我觉得这才是很宝贵的东西，很宝贵的东西。所以就是当年的话，我一直都觉得，哎，我一定要考高分，我要拿甲等学位，然后要去考研，我要去念名校。但后来我发现那些东西都是空。反过头来，那大学的朋友，然后现在来英国，因为订不到酒店嘛，然后那大学同学那是好几年前的，7、8年前的。哎呀，没关系，你拿我住多久都没问题。那是藏族的哦，他也修藏传佛教，对，他念那个律母度心咒，到时候跟他好好聊聊。他对这个，而且你知道他为什么信藏传佛教？他说是因为我之前我大学的时候总是问他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但他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只喜欢打游戏。然后再就是那个看足球，打游戏看足球嘛。然后后来他觉得他身为藏族，他是一个耻辱。后来就开始去搜那些藏文的网站嘛，然后开始去念一些律母度心咒啊、心经，包括心经大悲咒。一开始都是他跟我说的，我只看了一个英文名嘛 ，The Great Compassion， 大悲咒嘛，悲就是同情、慈悲心、同情心的 The Great Compassion， 心经是 Heart Sutra。对吧？然后哎，原来是有心经这么一个经文，后来我也开始去读，然后确实效果很牛，而且有时候就是说，你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说得很对，就是无论是那个宗教啊、科学啊，都是包括娱乐媒体也都是这样的。泰勒·斯威夫特唱人家翻唱的已经红的歌啊，牛顿他牛，那是因为他站在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站在之前的那些巨人什么托勒密啊，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然后后来爱因斯坦又站在牛顿的肩膀上，霍金又站在爱因斯坦与牛顿的肩膀上，所以他已经花了无数个心血，他已经给你证明了圆周率了，对吧？那我不需要再重新证一次，我就拿圆周率来推导下一个那个什么定理，对吧？这个包括我觉得佛学也是的，就是他们都已经想出来了心经大悲咒，那与其是我们再去重来一遍，再轮回一遍，还不如我就着你的这上头我搞点二创，对吧？也不是说那种推导出成为霍金怎么样的，对吧？不需要，我就是像老高一样搞点，或者说没有老高那么牛，我搞点二创，我就很 happy， 就很快乐了。对，因为你借鉴别人的东西，其实只能是更快的达到你的目标，而不用去追求一种完美主义，我必须所有东西我是闭门造车，这个意义不是很大，其实不是特别大。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傲在里边，就是我不想看别人的东西，我足够厉害，足够优秀，我必须自创。实际上这个里面多多少少透露着一种自我的傲慢为什么不可以使用别人的好的东西呢？承认别人的优秀，对吧？对，而且我想补充那点，就是佛学的这个佛经啊。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